我看若不是天使前来召他，让哥儿可舍不得把你放出来见我。娘，这狗崽子也不知收敛些。元娘，你身子弱，也别总是纵着他。我知道了，娘。你呀，就是面子薄了点儿，我巴不得见你们小夫妻俩恩恩爱爱呢。让哥儿此次出意外，族中不少人骚动，在打世子之位的主意，有说要将世子之位传回给淼哥的，有说要给你们过继子嗣，让你将他抚养长大的。一波波的人见天的上来打听，休说我让哥没死，即便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尸骨未寒便来动心思，是让人恼恨。但到底财帛动人心，有多少人能抵住这诱惑的？这次的事情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，让哥儿子嗣有爱，究竟是传位给淼哥儿，还是过继子嗣，你该叫他早早打算起来的，不然你一个弱女子没有孩子撑着，该怎么活下去？纵使我和你公爹能保佑你一时，可我们迟早是要死的，到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再者，让哥儿已经23了，若是要过继，也是该抱孩子过来了。等你们年纪再大些，怕是就要没精力了，得早做打算。娘，我知道您说的都对，只是这种事传出去总归是不好听的，我怕风言风语的他心里难过，我会同他提一嘴的，只是到底如何，还是看他怎么想吧。若真要过继，便说是我怀不上孩子，如此他也不必在外面受人耻笑。你呀，不必委屈自己的，元娘，让哥那个性子，没人敢去叫他的舌根儿。我知道没人敢当着他的面说，但锦衣卫手眼通天，那些话总会传到他耳朵里的。我不一样，我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便不会觉得委屈，我舍不得他难过。好孩子，你瞧瞧，你瞧瞧，他是一刻都离不得你的，刚回家便到我这里来讨你了。母亲，我先带阿蜜回去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我还不愿意你在我跟前杵着呢。谢母亲大人。世子，侯爷请您去书房说话。还让不让他和阿蜜好好待一会儿了？选我何事？伤势如何？这老头转性了不成？还行吧，死不了。坐好。找我到底什么事？元娘那日寻我，同我说了你的境遇和谋划，想我陪她一起演一出戏。她说你需要我，这么多年，这是第一次你向我这个父亲寻求帮助啊。说来惭愧，我是做父亲的，却要你的护佑。我给你取名让，取自子夜，还给你的院子题名君景轩。君景如夜，文华若锦，每一个名和字都是盼望你和你大哥一般。但你这小子好像生来就不知道谦让是什么。我知道你做这锦衣卫指挥时受尽天下骂名，可何府性命得以保全，全是因为你豁得出去。我不愿意这样的污名苟活，若我当真铁骨铮铮，便该自刎以全贞洁。可我不敢。若我死了，你母亲该如何？淼哥和婉姐该如何？子夜，你又该如何？我知道你去锦衣卫当差，是想使谢家名声有损，不致惹人眼。可我死后，这侯爵之位便该传给你。20出头的侯爷呀，多么惹人注目！家主之印，封邑牙兵，还有昔年在边疆的人脉，都要尽数交给你。到那时，皇帝还会觉得你好掌控吗？他若对你心生忌惮，你更加举步维艰。所以我得活着，在你头上压着你呀，子夜。这么多年，
我都活在这般煎熬之中，可归根到底，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无能，是我对不住你，子夜，我对不住你。对自己惯来没好脸色的父亲，竟然在同自己剖心析肝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哭什么？臊得慌。说没事，我便先走了。还有一事。磨磨唧唧的，烦不烦？不说我走了。你母亲她生气了，你可有法子让她开怀些？什么？我瞧你和元娘夫妻和睦，问你有没有能叫妻子不生气的法子？孩子都生了3个了，玩什么知母上爱的把戏？就是得不要脸，才能拢住家人的心。谢家本不欲参与这夺嫡之争，但你既已趟了这趟浑水，为你母亲，为元娘，还望你能保全性命，莫要让他们替你担心。谢之让借着胸口的伤告假多日，一直在家中黏着江蜜。爷爷，谢大人坏！我这是锻炼他的忍耐力。十一殿下，我替你打他啦。爷爷最好，我最喜欢爷爷。俩小混蛋！夫君，你若再不上心，七殿下可该反败为胜了。有时候生不是生，死不是死，一子定乾坤。小胜一筹，莫要得意。此次谢之让顺势将计就计，将陈信等叛徒铲除，斩断东宫安插在锦衣卫的眼线，还借此将七皇子寄到贵妃膝下，得到贵妃母家支持。刺杀一事乃太子手笔，皇帝心知肚明，将太子召入宫中，好一通训斥。之后又对太子所办之事多有苛责，朝中渐渐有不利于太子的声音出现，但皇帝不会让任何一方得意太久，下一回便该是七皇子了。七皇子恍然大悟，先生教诲，我铭记于心，多谢先生提点。七殿下，前些日子您先生坠崖，便没顾上3夜3，如今得闲，我做了一只福袋香囊，这福字殿下可觉得眼熟？他自然看出来了，这是谢之让的笔记。自母妃死后，有多少年没有人这般诚心关心过他？若宫中给你安排通房丫鬟，你别和他们私会。我知道的，先生。他想，等到日后，他也要娶一个他心仪的女子做妻，他们也同谢先生和谢夫人一样，相扶相持，共伴一生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难得出宫，我带你去街上游玩，可好？好。只希望他和太子的争斗不会波及到11吧。当初说的多好听，什么一石二鸟一箭双雕，到头来谢之让没死，老七还被贵妃收到膝下抚养。老七今年已经13，到了该知事的年纪了，再过几年他便娶妻生子。我这个东宫太子比他大了9岁，子嗣却不封，那我虚长了这些年纪，便是个笑话。你若不能生孩子，后院那么多女人，加上外面的，总有几个能生的吧？届时是要我休了你，还是让你抚养隔了层肚皮的孩子？殿下，臣妾母亲最近寻到一生子秘药，那便试试好了。太子妃疼得落泪，太子见他这般，只觉索然无趣。
她就这般看着她的丈夫在她床上和别的女人厮混，忽然觉得身侧之人恶心至极，满腔气息令她几欲作呕。夫君，正巧你来了，帮我把那件贴礼拿过来。这等琐事啊，放着丫鬟做便是啊，别累着你了。谢之让回家那日，两人一通胡闹，导致他伤口崩开，惹得溥仪好一顿念叨。自那之后，江蜜便不惯着谢之让了，不论他怎么说，就是不肯。好不好？世子，什么事？前次你将王姑娘的信带给我，我亦有些话同她说，能否劳烦三弟妹帮我把信交给王姑娘？谢之言不提那信还好，一提谢之让恨不得抽他一顿。为这事儿，江蜜和他闹了多久的不愉快？要送你自己送去，当我是信差不成？对不起世子，当年之事我没有想过要陷害你，无论如何那是我的过错，今日之事打扰了。你和他打算如何？我不甘心，还想再试一次，若还是不行，那便是我和他有缘无分。先放那吧。多谢三弟，不是，多谢世子。世子呢？阿蜜，这是想我了？要不是怕你伤口再崩开，才不想你呢。好，阿蜜，今日我不闹你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去哪里呀？等你到了就知道了。什么呀，神神秘秘的。好美呀，夫君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我将这处山头买了下来，然后打算在山脚下建一座小木屋，等明年你再想看桃花，便可在此处住上几日。夫君，你怎么这么好呀？老天爷居然把全天下最好最好的夫君派到我身边来，我肯定是上辈子做了大好事了，才能遇见你呀。山间晨风一路到四周，草色轻遮不住那白容影踪。我忽然间撞入你满目的从容，
彼时春与人间相逢。随着谢之让胸口箭伤痊愈，他再也不能时时刻刻在家中黏着江蜜。哎呦，二嫂，这话也亏得你说得出口。那王家大姑娘是谁呀？是让哥曾经订了婚的姑娘，弟弟不要的女人，说是给自家哥哥。您让严哥脸上能好看不成？咱们谢家还要不要点脸面了？那王家姑娘也不是让哥不要的，是他俩没缘分，陛下赐婚，让哥这才推了这门亲事的。而且这都多久过去了，当初这门亲事大家也是该忘得差不多了。忘得差不多？当初下聘多大的排场，京城多少人知道王谢两家联姻之事。在外人看来，让哥和王家姑娘那就是板上钉钉的夫妻。都说好女不是二夫，他还专挑我们谢家一门兄弟。这等不安分的姑娘，岂能进我谢家门，做我谢家妇？还未成婚，什么叫做板上钉钉的夫妻？元娘才是让哥的元妻，你胡沁什么？大嫂，这话是我不对，可你想，那王家姑娘进门，让哥脸上又哪里好看？这住一起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让他们四个日后如何相处啊？总之，这门亲事要我说，就是极其不好。让哥，你怎么想？又不是我儿子，我能怎么想？言下之意，除了谢之言的爹娘，谁也没资格多管什么。让哥，哎呀，4个儿子不够你管，还想管别人家的儿子不成？4个儿子，他只生了3个，哪里来的4个？不就是那个硬塞给他的柳恒？他们一家家的和和睦睦，凭什么只有他这里鸡飞狗跳？老二家的，你可想好要为严哥聘王家女？母亲，我想好了，我只有严哥一个孩子，自是希望他事事顺心。那位王家大姑娘我也见过的，当初能叫母亲您亲自去聘她做谢家妇，想来品性也是极好的。让哥，元娘，虽说是你们二哥娶妻，但王家姑娘身份特殊，你2人可能心无芥蒂地对待严哥和王姑娘。祖母，夫君同我说过的，我不介意王姑娘曾经同夫君订过婚事，而且先前在南苑时，有几个人对我出言不逊，是王姑娘替我出头，她是心善之人，孙媳同她定能处好关系。既如此，那便拟一份聘礼，再请官媒挑个好日子去永顺侯府提亲，此事便由元娘和老二媳妇一同操办。老夫人一锤定音，此事便定下了。你到底嫁不嫁？我不嫁，我说了，倘若不是谢家二郎，我便是绞了头发做姑子，也绝不嫁。父亲若收了他张家的信物，那女儿便只能一具尸体嫁过。全是你惯的，你看看你教出个什么样子的女儿。真儿，你就这般死心眼儿，认定了谢家二郎了？娘，当年阴差阳错之下，我同谢世子定亲，碍于谢家权势，我认了。可这么多年我都放不下他，我就想再试一次。那谢家是好，可你曾经是他3弟的未婚妻，这身份，谢家长辈定然介意。他愿意为了你和他们去争吗？说不得那谢二已经有了如花美眷。不会的，此亲不会的。真儿，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托那谢家世子给谢二送信，他可有给你回信？娘不会害你的，忘了他吧。我不要，不要。你再好好想想吧。说实话，他都不知道那封信到底有没有交到谢之言手里。谢世子坠崖，是否把那封信丢了？他在生死之中走一遭，是否会把这件事忘掉？还有谢之言，他愿意再努力一次吗？那臭小子送来的信呢？我收着呢。他这么犟，无非是觉得谢二会来娶她，只要一直没回应，他总会松口的。
唉，我还以为他怎么着也得闹个300回合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定了，没意思。当看戏好玩呢，二哥和王姑娘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是好事啊。没说不好，就是想着他跪一跪便什么都有了，这要换成是我，你还想娶谁？你只娶你，你这小乖乖，哭起来像刀子似的扎我，可不敢娶别人。二哥体弱，二叔二婶这才偏疼他，生怕他心中郁结更损身体。而且呀，二哥昨日说了，若不是王姑娘，他此生都不娶妻。二叔气得压着二哥便要打，结果没打2下呢，二哥就犯病了，可给他们俩吓坏了。二叔二婶这才答应的。父亲也是疼你的，只是他不善言辞罢了。他听闻你追牙时险些摔倒呢，你小时候练武用过的木刀弓箭都被他好好放着呢。还有你养伤那段日子，他不好意思来看你，便总是问我你的情况。你想啊，你对阿淼便总是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。你让他去跪祠堂，不还是默许我去给他送吃的送药，给他垫垫子？你小时候父亲打了你，然后叫母亲来安慰你，都是一样的。但他有时候不分青红皂白打你也不好，不过日后你有我呀，我疼你，父亲要是再想打你，我帮你挡着，好不好呀，父亲？你这身嫩皮子，我随手摸一下你就喊疼，要真挨了老头子的打，可不得掉眼泪啊！你是想剜我的心不成？哪里就这么娇气了？世子夫人，不好了，王家大姑娘自枪，二公子得了消息，跑到王家去了。二哥，无论如何你不能去。医生出事了，我必须得去看他。二哥，今日你贸然登门，明日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你和王姑娘有私情，更何况二哥以为永顺侯府会让你进门吗？二哥，你若信我，便叫我去看看仪珍姑娘。玄娘，你帮我看她，帮我。二哥放心。话说回王仪珍这一头，当年谢家来提亲，他满心欢喜，以为与他结亲之人是谢之言。待到下聘那日，他偷偷去瞧，才发现竟是谢之让。当年的镇国公府门庭轩赫，权势滔天，哪由得他说换人便换人，说不嫁便不嫁的？王仪珍心都要碎了，却不得不顺从。后来谢家先世子谢老太爷相继过世，谢之让有孝在身，婚事一拖再拖。等谢之让好不容易脱了孝，谢家又遭重创，挂了多少年的镇国公府的牌匾说摘便摘，改换为宁安侯府。直到去岁，两家再次商讨完婚之日，一道圣旨将远在江南的江密同谢之让绑在了一起。也是那日之后，他和谢之言死灰复燃。可是他的亲事被一拖再拖，如今已经是21岁的老姑娘。近些日子，家中好不容易为她寻到一门亲事，自是想让她赶紧嫁人。可王仪珍同谢之言郎情妾意，哪肯就这般嫁给他人？她日日哭，夜夜闹，求了母亲许久，才求得跟去南苑春猎的机会。可她没想到谢之言没去，她实在没办法了，情急之下才写了那封信，托谢之让交给谢之言。永顺侯和王夫人本不想逼女儿逼得这么紧，却不料张家那边有催促之意。王仪珍已经21了，再拖下去便更难嫁人。永顺侯犹豫一番，答应了张家。消息传到王仪珍耳旁，她面无表情地在床上哭坐一整夜。推开旧衣那扇门，第二日，她从衣柜中翻出3尺白绫，上吊自缢。我在故梦里等故人，已等过了前世和今生。等来了有缘却无分，你为我可以去永恒。我为你倾尽这余生，那年春风是我的心跳。江密是宁安侯府的世子夫人，更是锦衣卫指挥使的嫡妻。无论如何，永顺侯府得给他这个面子，但他心中到底有计，将人晾在花厅晾了好一会儿。江密自然知道这是永顺侯府在给他摆脸子，他没说什么，只是安静坐着。